我们这周休息一下，不打鼓，换个角度来看一下不同的内容。在体验课的时候，我经常都会问学生为什么想要找我上课啊？除了突破自己在打鼓上面遇到的瓶颈以外呢，我最常听到的一个回答是，我觉得女老师可能比较有耐心。虽然我认为耐心并不一定跟性别有绝对的相关啊，但这也让我开始思考，就是性别这个标签。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面呢，女性的乐手确实是相对少数啊。即便近年来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学打鼓啊、弹吉他，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了，但是整体比例应该还是稍微低一点。于是我就突发奇想的邀请了3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鼓手朋友，一起聊聊他们在打鼓或者是表演的时候，身为女性的身份，他们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经验啊，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不管我们4个人分享的故事内容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这次对话的核心依然是人本身，因为我相信不管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标签，就是你的形象啊，或者是你来自什么地方啊，你长得是什么样子之类等等，大家的感受一定都是相同的，就是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喜怒哀乐，那这些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但是一定要保持理性，然后和平的讨论哦。这次找了3个朋友 Rosie、Michelle 还有 Hannah，我认识他们分别就是不同的时间。那 Hannah 是认识最久的，她是我在伦敦念书的时候第1年的室友，所以我们认识大概10几年了。那 Michelle 跟 Rosie 是我最近几年才认识的，他们都算是我的同学啊，我们都是在 Mac Johnston 的线上课程上面认识的。后来我也有去成都找 Rosie 玩，跟他一起打鼓，然后感受一下成都当地的那个乐队氛围。对我来说，那次的拜访啊，让我觉得成都就很像他这个人一样，充满了活力，带着一股朋克的精神，就是非常年轻。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看 Rosie 的故事吧。我觉得我应该会选第一个，应该就是看起来怎么样。所以怎样叫好看？就是你会选什么？比如说什么颜色，然后什么样的就是 finish，就是比如说 sparkle 啊，或者是什么原木色啊，还是什么色？你会选择怎样？我没有研究那么细啦，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选一些就是比较浅色的，浅色的，你说粉色吗？粉，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那套鼓就挺好看的。你那鼓是什么颜色？我那个鼓它是一个渐变色，然后有一点蓝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颜色。渐变色蓝绿色，好，所以它现在你现在这一套鼓的颜色已经是你觉得完美的颜色了，就是每次也不是完美吧，就是我目前比较满意。就目前为止觉得，就是你不会再多看其他的鼓一眼这样子。差不多吧。对啊，这是什么梦中情鼓？梦中情鼓算。超的好，非常好。那第2个呢？再来，第二个肯定是声音吧。声音啊，听对，起来怎么样？第二个是听起来怎么样？但是听起来这个你很难说，因为这个跟你用的鼓皮啊，或者是你怎么调呀，这些都有关系嘛。对，没错。但是肯定比较贵的鼓要好调一些。有经验的哦。对啊。好，所以第2个是听起来怎么样？那第3个嘞？应该是耐不耐用吧。所以品牌重对要，品牌也重对要。对。所以你现在这一套是什么牌子？我现在这套是踏马。哦，他嘛的哪一个你知道吗？型号是那个 Star 什么 Classic。Star？哦，Star Classic 啊，好，所以第1个要好看，第2个要好听，然后它最好是来自于一个大的厂牌。对。就像你现在手上这一套。
但是其实，呃，可能因为我第一套鼓就选的比较好吧，然哦，后，然后其实我也想，我也想打一打什么 Gretsch 啊，或者是 嗯，Ludwig 那种之类的，都没，目就是前都还没打过，打过吧，但出去有打，嗯是是在别的排练室打过，但呃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个时候对声音没有什么概念，然嗯后就是反正就是打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在意，或者是没有感觉特别的有特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嗯，哦，所以就那个时候比就这种。较没有研究，所以也听不太出来到底有什么差别，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第四个才是好不好携带，对吧？对啊，所以因为你因为不需要太带来带去，对，就是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就是呃，如果是需要带来带去的，我会买一套它比较方便携带的，相当于哦，就是两套鼓嘛，一套就是它固定放在那儿的，然后另外一套就是它可以随便带出去就随便磕碰那种。那第二套，那你第二套也要好看吗？第二套，带出去但是不能的出去，难看吧？就是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也不能太难看。因为这样说好了，就是通常就是会出那种好携带的，就是可能尺寸稍微小一点，对吧？对啊，对对，然后有的时候尺寸小，它就不会做的太好，要看啦，要你看啦，说还是有尺寸好，可是做的也不错的。就是我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之前看过有一些它都是标榜就是好携带的，像比如说那个珍珠，它之前有出过那种旅行鼓，有没有？旅行鼓组通常都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我知对，道。然后他们的那个选择其实都不多，就是颜色选择都不多，然后哎，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好，哎，啊，真的啊那可能我就是没跟上，现在有很多那种，嗯我知道的，就是他玛也有那种，就是那种什么鸡尾酒啊，啊，对，然后地声也有那种，雅马哈也有啊，对，所然以后也颜都有比较好看的。可能他们开始意识到，就是不，如果你要好带的话，就要好看，不然大家不会想带出去，哎，有可能哎，有可能，有是不是？可能。好带的鼓，我觉得鼓其实还好，就鼓其实不最重的，就对啊，架子。对，是的。就每次有人要帮我搬鼓啊，我都会很想跟他说：“你不要帮我搬鼓，你帮我搬架子，鼓我架来。”子跟卡片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地可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知道吧？什么意思？就是就是你如果去演出哈，你如果是那种乐队原创嗯，乐队的演出，跟你去接那种商演又不一样，你说要就是带的东西不一样吗？还是对要带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原创乐队，就你们乐队自己去演出，比如说嗯，去一个什么 live house 呀那种，然后它就是那个场地有鼓的，你就只需对要带卡片嘛。但对，是如果是商演哈，嗯，就是那种商演的话，我们这边就是主办方很少会给你提供鼓，他就是需要你自己带，然后全部自己带全部，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种现象哈，就是基本上去接商演就带一个电鼓，你懂吧？对啊，因为最带一个那简单。种就是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那种，或者甚至我知道他们有那种更夸张的，就是你知道有一种那种板子，然后上面有那么对啊，多电，他就带一对啊，个那种他就去了，要是我也带那个。因为因为我也演过几场那种商演嘛，就确实下面观众听不懂，就是没反应，你知道吧？就是所以你带着真鼓去，我有一次带了真鼓去的，然后，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当时，因为我们是提前去调音嘛，嗯我觉得可能当时
然后其他乐手没见过，就大家就是临时拼凑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吉他跟贝斯他们是一起来的，他们是朋友嘛。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看见我带了个真鼓去，他们都惊了，傻眼，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个人一定是第一场，这个人怎么那么菜？对，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本来就是我就只带了底鼓，然后带了个军鼓，然后可能带了个采茶跟调茶嘛，就是调茶跟丁丁茶可以当一个茶片用，我觉得我已经带的很少了。然后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哎，好像他们好像有点惊讶。然后后来演完了之后，就是我不是在那收东西嘛，对，就是我正在收，我觉得啊，我快好了，结果人家已经准备走了，你走了。对，他们就说我就是正把那些东西拆完，然后准备装了之后走嘛，然后别人说那我们先走了，好，拜拜。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就特别无助，你知道吗？啊，原来是这样的。对，好可怜。关键是就是我还自己带了个 EAD 去，你知道吗？就是收音的嘛。对，然后我还要去收那些东西，然后还有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一定是没有，我跟你讲，他们一定是觉得这家伙是不是拿了我们双倍的钱？应该不可能。为什么他会愿意做这么多事情，带这么多东西？他是不是拿了双倍的钱？我觉得他们可能，他们觉得可能我没有什么经验吧。太菜了。现在有经验，所以你现在就是直接带一个打击板出去，对不对？没有啊，我现在不接了。不接啊，直接不接，干脆不接。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很难接，就是那种它确实就很难接。然后因为你如果不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不经常接的话，你其实是很难接到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不想带那么多东西，就是然后一个是自己麻烦，二个就是可能别人也觉得这人有点傻。反正然后我自己又不想买电鼓。对啊，我觉得我觉得分两种人诶，一种人就是专门接这种的，然后一种就是我们这种，对，就不接这种的，就干脆不接了。对，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两个，就是吉他跟贝斯，他们就是专门接。对，就是你因为后面我们有加联系方式嘛，然后我就看他们朋友圈，就天天都是这种商演，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到处跑啊。对啊，一天还有时候跑2场啊、3场之类的。对，他们这种，对啊，这种，我大概知道这种，因为这种场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有鼓，不一定需要鼓。对，是的，是的。对啊，所以就，算了，没关系啊，放弃。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放弃一点东西。所以你的梦中情鼓就是你现在手上这一组，其实差不多吧。对啊，其实对一个鼓手来讲，已经很怎么说，很幸福了耶，就是已经达到目的了，也没有啦。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鼓手来说，就是你设备上的东西肯定是没有办法，就是无底洞吧。你如果有那个经济条件，有机会的话，你再买再多，那肯定也更好。没有啊，第一组就是有特殊意义，这样是吧？也算是吧，也算是。对啊，因为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有很多套鼓，可是第一套这一套你应该不会舍得卖吧？肯定舍不得的。对啊，就是我就算我可能以后买了别的鼓，我这套应该也不会卖吧。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那种，特别是在鼓上面或者茶片吧，就是可能我之前买了一些我现在不是很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也不会轻易把它卖掉。就是我经常看那个，就是我们很多群里边，还有那些闲鱼上面，很多出设备的，对，我就会想，你自己买了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会就是很心甘情愿的把它卖掉呢？就反正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是舍不得的，就是我宁愿把它摆在那儿，我能看见它，我也舍不得卖。可是他们可能就觉得占空间啊，或者是这个声音已经不是他要的，或者是缺钱。啊，对，也有可能。我的中文名字叫刘雅欣。
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在成都，然后自己刚搞了一个工作室吧。然后还有什么？我打鼓的话，其实也才5年，就是反正我觉得自己很菜。就是关于我平时在干什么这个事情哈，就是我在有工作室之前跟在有工作室之后的差别很大。就哦，是我在有工作室之前，就是我自己租了一个那种相当于分租的教室，然后我每天可能花个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会在那边练鼓吧。嗯然后别的时间就是我会在我家附近有一个机构上课，就是给小朋友上课，就是基本上就是我每天可能早上起床之后，然后我就去工作室，不是去那个鼓房，然后去练鼓嘛，练完了差不多，然后我就去教课，就差不嗯多就是这样，就是一天嘛。嗯，然后现在有了工作室，有了工作室，就是我本来我就觉得，哎，我现在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练鼓，但是我发现我并没有。时间跑哪去了？就是，这个是我之前没有预想到的，就是你有了工作室之后，你更多的时间是去想，啊，我要把这个房租赚够，然后我自己还要除了房租，我不能光赚房租吧，然后就想怎么去招生，然后怎么样，就是都是这种事情，就是你就没有心思去练鼓。就是所以我现在就是还在调整吧，我自嗯，己调整一下我自己的作息啊，还有心态这些东西。哇，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对，其实我就可能也就是前几天吧，我才有这种感觉，这种意识。我在想，哇，你们自己做这种工作室，每天都在经历什么东西啊？每天都每天都在，我跟你讲，我可以直接跟你讲经历什么东西。一大早起来怀疑人生，然后呢，然后呢怀疑完之后，暂时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做该做的事情。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停下来，又开始再怀疑一遍。天哪！对，然后下午学生来了，不能再怀疑了，来教课。教完之后回到家再怀疑，然后边怀疑边睡着，这样子啊。哦，天哪，真的是这样吗？我顶多就是觉得，哦，确实人还是需要一份工作的，不然你这些时间真的好难安排啊。就是慢慢安排，慢慢那个。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超怕的，就是一开始你要自己找事情做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怕，就是因为没有方向，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做下去有效果吗？那个事情做下去有效果吗？我可以从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你做就对了，有没有效果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有就有，没有那确实，就没有，你只能 move on，对不对？确实，对啊，所以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自己当老板听起来很厉害，或者是听起来好像一下子变很有钱，可是没有，自己当老板是噩梦的对啊，噩梦的开始，因为你自己要分裂成2个人，有没有？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员工，这样子。对，就是我前几天也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嘛，他是一个吉他手嘛，然后他在上海开工作室嘛，他开了很久了，然后我就跟他聊嘛，就是想，哎，什么有些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就是他就说他最开始开的时候，反正天天没事儿他就去别的地方去晃，然后去别的同行啊那些去晃一下，然后反正有没有学生呢，他也就是很佛系，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心态是真的好呀，就是你也不会担心，呃，今天有没有生意，今天有没有学生啊之类的。他就说，这个事情又不是你能控制的，就跟刚刚你说的一模一样。对啊，你就是只能全力丢出去，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懂得欣赏你。啊！天哪，这个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大家都想说，哎，有个工作室，我要狂练，一天打个8小时，结果就是一天怀疑自己，怀疑8小时。
差不多吧，差不多。哎，只能控制自己能控制的范围，然后一直试，然后自己找。我觉得到最后，我现在其实慢慢开始感觉到，就是自己做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一直给自己找事情做，就是各种不同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在访谈，这个也是我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对啊，我觉得就是你突然之间就是干了很多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反正我有的时候逛那个油管，然后我有没有关注你，然后他会给我推送你的东西，然后就是包括你现在做这个访谈，我完全没有想过你会做访谈，我更没有想过哇，我会被访谈，就是这种。没有，就是因为我就想说从小的地方开始啊，然后从身边的人开始啊，所以我就开始有没有认识的人全部都，因为我其实很久了，我想要找就是世界各地的，因为认识对多亏麦克的帮助，就是我们可以认识世界各地的鼓手，对啊，然后如果特别是女生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比较有话题，我觉得啦，我觉得会比较有话题。就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可能会稍微比较类似，然后我们其实就是也比较理解有没有在一堆男生中间要生存的这种焦虑感，我也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之前跟你聊天呀、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太从女性的这个角度去聊一些东西，或者是没有特别明显，就是明确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那天你给我看那个访谈的那个提纲，哇，突然就把这个东西搬出来，我觉得就是我突然觉得好像我之前可能没有把你当做那种特别典型的女生，你懂吗？没关系，没关系，这大家常常会有这个误会，没关系。不是，我觉得就是除了外表以外，我觉得就是根本上就是我基本上是我觉得是看事情的角度啦。对啊，因为认识很多，对啊，认识很多，比如说乐手啊，或者是鼓手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的角度是真的会不一样。而且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太去想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就是直到我有学生来，然后他们说他们之前可能跟男老师学，然后他们觉得就是那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我才发现哦，原来就是我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好像不太一样。确实，就是关于学鼓找老师，我之前也有朋友跟我说过，他们说他们那个时候是以我做例子嘛，他说你本来就是女生，然后你去教这个鼓，你是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当时我对这个东西就是不以为然，你知道吗？对啊，我们都没感觉啊，就想说哈什么优势，到底在讲什么？对啊，就是反而会有的，反正有的学生家长吧，我也不能说其他的人，就反正我遇见过，就是他反而会觉得女老师教的不好，他觉得鼓这个东西要男老师教。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这种，我也不知道算偏见吗？我觉得其实也是很自然，因为大部分鼓手就都是男生啊。也是，对啊，然后就冰冰凉凉的，可能我也不知道可是为什么我其实想这个问题，我其实想很久，可是我找不出来。就是好，如果是这样，大部分就统计学来说，大部分的鼓手都是男生，对吧？所以可能男生是因为男生比较不怕这种冰冰凉凉的声音吗？可是我觉得不对啊，可是我很喜欢这种声音啊。对啊，就是我其实一直有我开始在找大家来访谈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统计学上面来说，是因为实际上就是打鼓的人就是男生比较多，还是说我们看到的男生比较多？其实男生女生是一样多，只是很多女生她在打鼓，她就是打自己开心，她没有想要告诉别人。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应该现实当中确实打鼓的男生会多一些吧，但是只能说可能最近几年，反正在内地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
女生开始喜欢打鼓。对啊，对啊，就是我就是真的，我觉得世界各地其实都这样就是真吗？我也对我也是看到，比如说那个 Instagram 上面也是很多慢慢开始，真的是世界各地就是已经开始有什么推给我的有什么西班牙啊、巴西啊什么的，就是都是女的鼓手，然后他们就不是像我们这样讲有点怪，可是就是可能10年前吧，就是5年前、10年前，就我们看到的女鼓手啊，就可能都一定要就是比如说穿的很少，哦，那然后确实确对，实。就是打鼓不是主体的那种影片，对啊，可是现只在就能说是不一定，对，现在会好一点点了，对啊，好一点点，但是也有，只是也有啦，这没好一点点。办法，这个没办法，对，对就对，也有，也还是有，只是没有那么极端。就是比如说5年10年前你看到的，就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每一个女鼓手长得都那个样子。可是是现有。在你就会看到各种不同，就是大家就是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的样子，就不会说一定要怎么样，然后也不会说呃，我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看到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女鼓手的他们发出来的影片啊，就比较不会说你一定要怎样，然后你一定要怎样，就是很多都是大家打然后很欢乐的影片，就不会像很多什么男的鼓手他发的，就可能说你做这个动作都错了，或是什么的，啊，对，你知道就那种吗？是对，我觉得就是很多，做那种教学影片的嘛，嗯就是反而就是很多很多可能男的老师吧，他会嗯有很多，就是你看起来很错误的理论，然后他会说的很绝对的那种，但是反而我现在看很多很多就是比如说抖音上或者小红书上面很多嗯女的老师，比较年轻的吧，然后就是他们对这个东西反而就是一个是不是那么绝对，然后他嗯，他的他的那种心态也比较开放，他不是说你绝对是这样或者怎么样，或者呃，是反正确实有点不一样。对啊，就是我自己观察到，就是我们比较不会讲，因为音乐这个东西，你要怎么说对和错？我觉得对啊，你看10个鼓手有10种拿鼓棒的方法，对吧？哦，我跟你讲，天呐，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工作室前几天有一个来练鼓的一个大姐吧，然后她是在网上买的课，然后那个老师反正他的课就他粉丝挺多的，然后他的课做挺好的，然后我平时自己也刷到过嘛，觉得好像他讲的还可以，就这种感觉。然后后来他不是要录他的作业嘛，然后嗯他的作业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儿念叨嘛，他就说，他说他老师必须要规定什么这个镲片，比如说你的裁镲要在什么什么位置，然后你的这个吊镲要在这个裁镲的什么什么距离呀，这种就是规定的很死。我觉得，就是天哪，他居然是这么教的。然后他还会想啊，你这个鼓，因为我的鼓就是摆的跟那种初学的那种鼓不一样嘛，嗯，然后他就在那念啊，你这个鼓这么摆，我能不能过？我就在想，天哪，这个老师是这样的吗？哇，天哪，哇，我惊呆了。对啊，就是让我就是瞬间就是对这个老师的感觉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觉得从教学经验来说，你是必须告诉学生说，好，你可能大概要什么高，就是你不能完全说随便，就是让他们没有啊，方向，可是你也不能太绝对，我觉得那个中间要稍微拿捏一下。可是对，但是对啊，我像他这样规定有点死耶。我觉得一方面是就是这个度对可能那个老师他自己都不知道会有这个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啊，你你刚刚说了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度的问题，然后我自己才意识到原来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感觉，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大姐，就是她年龄比我们大嘛，可能就是快要退休的那种。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感觉那种年龄的
的人吧，就是他需要你去给他把某些东西规定死呀什么的，不然他就不会，就是有一点那种夸张一点讲，他就有点那种狩猎的心态。就是他需要标准答案，因为他从小就是这样训练上来啊。对对对，也有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就他们反而比较吃这一套。我理解你的意思，对啊，就是很多人，我觉得这跟我们从小的教育的方法还是有关系。对啊，就是一直填给你那个答案，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只要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就可以拿高分。而且而且像这种的话，就是他的就是你就感觉他的思维很固化，你没有办法去把一些新的东西说给他。你比如说，我假如说我稍微纠正一下他，他就会觉得可能就开始对我抱有怀疑或者是敌意啊那种。反正他的心中是把他的老师就是树为那种。你知道吧？供起来，所以就是对我就每次我都不敢多说什么东西。对啊，我是觉得，我觉得他可能选错乐器，就是对我来说啦，我自己比如说以前学古典钢琴嘛，然后呢后来打鼓嘛，我觉得他适合去弹钢琴。也有对啊，道理。因为我以前有就是老师会叫我们，比如说你手背上面这边要放一个橡皮擦，然后你弹的时候那个不能掉下来之类的。对，我刚突然想到这个。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指法，你一定要就这只手指头要那种这种规定的感觉啊。然后我觉得鼓相对而言是很自由的一个乐器，它其实对我来说它是最自由的乐器，因为你看10个鼓手，比如说好，我刚刚讲10个拿法，10个鼓手，它10套鼓长得都不一样。对啊，因为每个人就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的身高啊，你的脚长啊，你的人的比例啊，然后你的手长，就是都不一样啊。然后，所以我才会就是在调整鼓组这件事情，我都会跟我学生说，你的标准是什么？你标准就是你自己，你要让鼓去适应你的身体。那你现在怎么样打鼓，放在怎么样位置，你觉得舒服就 OK，就是要放在那个位置，就是你不能去适应鼓组，这样会就是你打的会不舒服，而且就是最怕，我觉得打鼓最怕就是受伤。你只要打，就是你的身体是自然放松的那个位置，其实对你来说就是 OK 的位置。对啊，所以虽然比如说可能要有一个限度，就比如说你嗨嘿一定不能跟小鼓一样高，太夸张了，对吧？对啊，然后你也不能跟天一样高，就是不自然啊！你这样怎么打？对啊，可是那个我觉得中间那个其实是需要经验去适应的。就你不要说别人，就像我们自己打鼓，有的时候都会想说，哎，这个转一下，那个转一下，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跟学生讲的话，肯定都是这么讲的嘛。然后，但是吧，就是如果对于成人来说，可能这个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像那种，比如说你要给小朋友讲课，你其实这些东西，首先他们听不懂，对啊，第二个就是你看现在很多那种。什么考级呀，然后什么比赛呀之类的，哇，就是我感觉国内就是最近几年那些什么比赛，一年比一年搞得火，一年比一年多。对，然后你要让你的学生去参加那些东西，那你没有办法摆啊，就是他的鼓都是那样，你就只能自己去适应，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悖论的地方。对啊，这个就没办法，因为比赛或者是考级这种，它就是简单来说，这就是标准答案。有没有评审的口味就是标准答案？然后你检定考级的话，那考的东西有考题就会有答案嘛？对啊，对，而且就是让我让我很无语的，就是因为我朋友圈加了很多那些老师呀、同行那些，然后就经常看他们发那些什么自己的学生又去比赛呀，各种到处跑呀，全国各地去比赛，然后
我每次就在想，就是因为他们打的都是那些我自己都看不懂的东西，就是这都是去打那些就是什么 fusion 啊那些，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首先你肯定应该从你自己喜欢打的一些歌曲嘛，一般是流行歌呀什么的，我也能接受。你一来就去打那些什么超难的那些什么 funk 呀、什么 fusion 啊、什么爵士呀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对啊，我都觉得就是在你们那边这些歌曲这些曲子可以统称为烤鸡风。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这儿有很多那种就是专门做谱的那种账号嘛，不管是 B 站上面的账号还是什么小程序上面，就是那种他专门卖谱子，然后他有一个栏就是考级曲，就是这种东西，然后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他直接问我，啊你那儿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去比赛的曲目？我说没有。然后，而且我自己就是我经常就在想哈，我在想这些小孩现在打那么厉害，以后会干嘛？就是我就在想他们以后会不会打鼓，或者说以后哎，咱们这个中国乐坛就会就是质量就会比较好一些啊。这种我经常会在想这些问题。是不是存有非常大的怀疑？对对对，就是我其实大多数还是比较怀疑的态度。对啊，像我就有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他那时候学架子，然后他考了10级都考过了，最后呢，鼓卖了，再也不打了，再也不打了。对啊，那我就觉得，我宁可要一个打一辈子鼓的学生，我也不要一个这种过了10级然后就不打了。对吧？就是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说，他如果能够打一辈子，我会比较开心，我会觉得我有帮到他。可是如果我的学生考了10级就放弃，然后就不打，我就觉得我好像害了他这样子。但是我跟你讲，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考了10级都算不错了。就是像我们这边，特别是小孩哈，他很多他10级都考不了，他就不学了，要么就哦，是那个学业的压力嘛，要么就是反正他就不喜欢呀，或者之前就是被逼着学的呀那种。但是嗯，学业的压力会是比较主要的。一般，你如果比如说像你是那种私立小学啊那种，可能你到什么3年级、4年级啊，你就开始没有别的时哦，间上任对何课了那种。然后对你最多你把小学学完，你上初中来学都已经哇算是很不错的那种。对啊，哎，就是没办法。对，没办法，当这件事情变成产业链的一环的时候，就坏掉了。确实确实，就是我之前，呃，跟另外一个就是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博主吧，我跟他聊的时候，他也说，就是那个时候我对这一行其实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反正我跟他交流之后，我最深的感觉就是他说就是架子鼓这行，反正在国内他就不是一个，他就我应该怎么说？就是跟教育跟培训没有什么关嗯系。啊，就是他说，而且他把这一行就是描述的特别，就是像一个人得了癌症，你懂吧？就是这没种感觉。救了，没救了的。对，就是我当时会觉得他说的特别的悲观，就是嗯在他个人的角度上面，他就是很悲观的那种。嗯。但是其实从某一个方面讲，也没错吧？哎，对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不管在哪边，其实都是会有这种，就是每一个行业或者是就是好，就讲我们这个行业好了，它其实都有的，我觉得是那种黑暗面。有没有嗯。对啊，那就是我觉得当它黑暗的部分占大多数的时候，你要把它翻转过来，其实就要很大的力气。反正就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嗯先
先能够保证自己基本的一个收入再说吧，我只能这样说。然后我也没有想说什么要去改变这个行业，我觉得我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很宏大的目标。我是觉得，比如说，你可以把你接表演啊，或者是你在跟乐队在跑的这些经验，把它拿出来，就是分享啊。我觉得很多像你们那边风气如果比较盛的话，可能很多人也是一开始想要，对啊。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你5年就做到这种程度，其实很厉害欸。哇，我觉得并没有。真的，哎，没有，就是如果你好不讲你好了，我个人，比如说我初中1年级开始学，然后我高中才开始就是玩乐队嘛，对不对？然后我大学才开始表演，所以至少都花了6年7年的时间，才真的去表演哦。那你就是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你本来内心就是比较渴望表演的那种吗？对啊，就是那个时候，哦，而且那个时候正是什么，5月天正红的时候啊，嗯，有没有？大家梦想都是要加入一个乐团，然后红遍全世界，哦，很幼稚的梦想。对啊，可是那个时候打鼓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要玩乐团啊。哦，对啊，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个。对，我觉得反而那个时候的风气比现在好很多。对。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风气我就不知道了。对，你还小是吧？可恶。也没有，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可能在你们的感觉看来，就是可能我学5年，就是感觉整个人变化挺大的。但是，哎，怎么说呢？我就要看你是从什么程度来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因为我知道有那种就是学了什么2、3年那种也很厉害的，就是你每次看到那种比你学的更快的，你就会你懂吗？不能比就是啊，我就觉得啊，我学5年算什么？没有这个不能比，就是你再怎么样比都会，要看那个4岁的，然后打得乱七八糟，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哇靠，那个没办法比。对啊，不是我觉得重点其实是，就是你比如说花5年时间，应该这样说啦，就是很多人学了5年，可是他还是停留在跟着谱打。然哦，后他没办法跟着乐队，就是他没办法跟别人合奏，这个能力他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要看他自己学这个东西的目标吧。就是有的人他学打鼓，他就是觉得，哎，我可以工作之余放松一下，他没有特别那种的目标，或者是他就觉得，一个是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然后二个就是他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像我的有些成人，就是他可能上了2、3节课，然后他要出差，或者他的工作突然特别忙呀，这个就没办法。然后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最先开始学，其实也在上班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练习也就还好，就是可能也打鼓练的比较多，然后也没有说那种随时都能打套鼓，也就是可能一周只能练个1、2次的那种。然后只能说可能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天然的喜欢，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哎，我要把这个东西学好呀，或者说我有一个什么目标，就是我不知道，就可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就是让你每天去练习啊，然后觉得，哎，我今天上了这个课，我要把这个课完成好，然后我这课完成了好，然后我就学下一个课，就是这种，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种无形的力，我也不知道那是啥。这是练武奇才啊，就是这种会被抓到少林寺，有没有？然后，然后可能有的人他确实他有时间有精力，但是他不会想要去全职做这个东西。就是我其实碰到很多，包括他其实技术也挺好的，但是他觉得他一个是他没有勇气，
就是把他现在的工作放掉，他去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是他觉得这行业本来就不赚钱呀，就他没有必要过来。那可是或者是比如说他上班归上班啊，那他闲暇时间还是可以稍微玩一下乐队，这种应该也有吧这种，也有这种对吧？这种是有，但是也属于比较少。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属于一个就学着玩的一种状态吧。哦，好，所以当然也有那种就是自己，但是那种是属于，我觉得来说是属于就是跟我这种差不多，就是他会觉得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很严肃的东西在对待。哦，嗯。啊，所以就是在你看到的范围内，就是比较没有这种中间的，就比如说他就是有工作，可是他乐队也玩得很认真，我觉得没反时间正我见过的，我认识的人哈，我只说是五个指头都能够数出来的那种，啊。反正就很少很少，大多 OK，数的人还是就自己打个兴趣爱好，就是包括我现在，比如说我收的一些成人或者有一些来试课的，然后我每次都会问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然后你学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什么目标呀，或者你想学成什么样子吧。就是大部分的人他还是说就是业余爱好呀，然后什么的，就是在最多往前一步，他就说，干嘛呢？就是想组个乐队，这种都很少。然后要么就是说，可能他以后想从事这一行，反正都极少极少。可能因为我遇到的人也不多吧。也可能现在组乐队不是那么，我也不知道哎。可是乐队还是很多啊，到底为什么？反正我觉得成都乐队的氛围还算是挺好的。对啊，我觉得是蛮好的啊。可是是不是？那还是说你们那边在成都的乐队可能年纪都偏小，大学生或者是刚毕业？年纪偏小的有，就基本上还是年纪偏小的吧。可能像我这种的话，我这种对啊，应该都是属于玩了很久的乐队的，然后有的就不玩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年纪偏小，然后其实大家的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是他觉得可能大学生也偏多吧，就觉得哎我会这个东西，然后我比较喜欢音乐，我就想组个乐队，朋克精神。哎，有点像这种，但是其实反正大家我觉得还是停留在那种玩的状态吧。玩的人是挺多，但是能够玩的比较长久的，然后能玩到一定的程度的很少很少。假如好了，假如在成都的乐队如果火了，那他们也会出去别的地方吗？还是他们就会待在成都？这我就不知道，可能一半一半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真的玩成那种职业的话，有很多他可能还是会去北京、上海或者是北京吧。就是那边的资源会更多一点。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成都可能就是比较平民化，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像我们这种素人，就是大家玩一下的那种，还是挺多的。然后你如果像在北京啊那些地方的话，它就是它就是有一定目标的。因为你毕竟你北京那个地方，你想房租那么贵，它能活下来都已经对都已经需要很大一番力气了，所以肯定就是他的目标比较明确，他觉得哎我去北京我就是要哎去干嘛干嘛，就这种。所以说那边的资源会比较多一点。我听到的，对，我听到的也是去北京，然后长沙好像也长沙可能长沙是因为它那个综艺吧，就是湖南卫视啊出很多综艺嘛，所以说，但长沙其实我并不是很了解。没关系，太大了，你们的地方实在太大了。对啊，你到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我都会吓到。雅马哈还是他玛？啊！天哪，我第一个快问快答，我选不出来，我天。我选他玛吧。好，他玛，那他玛还是珍珠？他玛还是他玛？好，所以他玛是你的爱。
也算吧，但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因素，我跟你讲为什么第一个雅马哈跟汤马我就选不出来，是因为其实我的印象中，我对雅马哈的东西的印象是挺好的，但是它在国内的溢价太重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哦，基于性价比，然后我选择它嘛，因为我真的感觉可能它嘛在国内性价比很高，特别是套股呀或者小军股那种，也有可嗯能是因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东西是在国内生产，然后拿出去卖的，就它的工厂是在这边吧，可能嗯就会相对便宜一些。嗯，然后珍珠的东西我没怎么用过，哦，知音还是沙冰？知音好，很好。啊，为我知道什么？你是喜欢沙冰对吧？没有啦，我这两个都有啦，我这两个都有。可是，我对，我想，其实也是，我只有一片那个 red 是沙冰的，但嗯其实还挺好听的。嗯嗯，可但是是大部分我是知音。大部对大部分是知音的，嗯但是啊如果有机会插片的话，其实我印象中沙冰的插片也挺好的，然后经常看一些短视频，然后也说就是好像他们之前是反正有什么渊源关系哈，就是中间我说不清楚。对，然后插片这一块的话，呃，我现在其实我比较向往的肯定就是 Mino 啊，啊，Mino 哇！可是你现在有 Mino 的拔吗？没有现没有，在没有因为真的太贵了，它在国内，啊，真的啊，我对，都没有，很贵。我没有研究过 Mino 的吧？我完全没有我其实研究过。我研究的不多，但是反正最近可能因为打的东西就是偏 funk 一点，然后会觉嗯，得我的插片有一点太亮，就是想要一哦些那种原始面的。然后哦对，然后反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迈尔的呀，哦，还有另外一个啊，那个叫什么？你们叫什么？伊斯坦布尔哦，伊斯坦布尔，对，对不对？他你们看起来 那你们那边你们那边叫什么？Istanbul。就是英文名，OK。就是讲到这个，我真的很想问为什么 Zero 卷要翻译成知音？请回答。邹卷翻译，我觉得这就个翻译挺好的呀，就可是是有它跟一点，原本没有，就是你说 C 扁翻成沙冰好，可能就是念起来有点像。那 Zero 卷跟知音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可能，它是那种发音上面稍微有一点相近，也不能说很相近，但是但是可能它的意义会比较，就是知音这个名字，它的意义会比较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翻译。对啊，这个是我那个时候那听到，那你觉得应该怎么翻译？因为我们没翻译，所以我一直都习惯就是没有翻译，就是反正大家乱念就乱念，你至少知道在念什么。可是就是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听到大家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在那边讲知音知音，我想说哈哈，你到底在讲什么？对啊，所以我一开始习惯了一下，后来我知道了，后来我知道它叫哦，对，嗯，哇，好，来第三题，出去表演还是自己在工作室里面录cover 目前的话可能表演吧，因表演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演过。啊？所以就是看看现在，比如说演腻了，就想要在家里录点东西，然后对对录点东西对对对想出去表演。对对，哇，好，如果你要决定要不要接一场表演啊，那音乐是主要的关键因素，还是人？就是跟你一起表演人吧，的人。我觉得是人。所以今天如果打一个就是你都无法接受的音乐风格，可是是跟你的好朋友一起，你觉得 OK？对，我觉得 OK，哦，所以还是人比较重要，对不对？人比较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分阶段呀，就是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是分阶段，可能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会觉得人不是主要的。啊，真的啊？好，没关系，你可以再体会一下，想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就是很难很难很难。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哎，一开始，你前面问的所有问题都很难回答。所以才是快问快答，就不让你思考。因为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比如说老师说你要决定要不要接一个 gig 的时候，你的有3个因素啊，第一个是啊，人啊，第二个是音乐，第三个是钱啊。对啊，对因啊，为如果人和音乐都很恐怖，然后如果钱很好的话，就是咬着牙接下去。对我觉得我会，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就是我帮我一个朋友顶班嘛，他在酒吧里面嘛，就是驻场乐队，然后我很清晰的记得那一晚上我打了2次成租。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算是比较夸张，但是对于那种经常在就是夜场里边的鼓手，他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比如说一到情人节啊那对种，他们就同一首歌会打好多遍。对，我之前做的时候，你知道，几乎每一天都有人生日，我的妈呀，打啊！这个生日快乐天哪！歌很恐怖。啊，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最开始嗯第一场或者第二场，我自己就会有一种，我自己都带一种天然的心态，觉得哎，我是一个女鼓手，然后我在这个乐队里边去演出，可能别人觉得哇，就是会感觉很惊喜的那种。但是演2次，感觉别人根本就不看我。并没有。啊，然后后面我才就是把这个心态调整过来，我觉得哎，没有人看我，就是甚至就是你去演出，反正下面观众不认识你，他们也不会专门去拍一下鼓手，嗯，就是可能都会去拍一下主唱呀，拍一下吉他手啊这些。反正鼓手就是先被挡死啊，就是看都看不到，也不知道，对呀，反正有个人在上面，对。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就是除非你是那种长得特别帅，然后那天打扮的特别帅气，或者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嗯特别哈，我是说啊，你稍微打扮的好一点，其实别人也不会多看你，只有那种特别好看、特别嗯，帅气、特别漂亮的那种，然后别人一下子就觉得哇，这个乐队的鼓手好帅啊，怎么样。那那比如说你在玩乐队的时候嘞，就是我自己，我之前就是感受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不一样是，就是比如说大家练到一半嘛，对不对？排练到一半，然后休息一下上厕所，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去上厕所。然后比如说你侧在左边，只有我左转，其他人都右转这样。啊，那个时候我就会我最突然发现，哦，对耶，他们是男生。我觉得我倒不是我们乐队不会一起去，不会特别一起去上厕所。就是哦，我跟你讲是那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错觉，就是我跟上一个乐队，嗯，就是有可能如果那个厕所比较远的情况下会一起去嘛。然后我总是感觉好像上完了之后他们就自己走了。他们都不会等你。不会等你，男生没有在互等的。对对，就是我想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这个乐队里面有2个女生的话，好像就会好很就多。不一样，对不对？对，就会好很多。就是特别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一次排嗯练嘛，排嗯练那个排练就是有别的人来看，嗯就是好像什么制作人啊或者混音师之类的吧。嗯，就是然后还有一些调音的老师呀，一些技术人员，哇，你就感觉那个屋子，首先那个屋子就很大，然后里面全是男的，你知道吧？然后就我一个女生，就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会，会开始有我不味道，知道怎么，味道吗？不是就是呃，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形容，这感觉很难形容，就是阳气别的人。太重。
也能这么说吧，反正就是很奇怪，然后你也不能说压抑，就是你就会感觉你在其中是不一样的，嗯，就是对啊。反正很难形容。那或者是来，我跟你讲，现在休息时间，然后全部人跑出去抽烟。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最痛苦的。我跟你讲，就是我上一个乐队，我上一个乐队有4个人嘛，然后我跟另外3个人，就是主唱、吉他和贝斯，然后他们3个男生嘛，就是他们很尴尬，天呐，就是每一次排练休息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出去抽烟嘛，对，然后呢，我又没有地方去，我如果就坐在这个鼓上面一直等他们呢，我也感觉好像我不是很合群，然后我就每次就必须装作好像我很合群的样子，然后我就跑到他们吸烟的地方，就跟他们一起聊天呀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我特别特别讨厌那个烟味啊！我的天哪，我就感觉啊。就是很奇怪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又没有必要在那儿，但是呢，你又必须去。对，就是会最后会变成好像抽烟会自行一个小圈圈。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开始讨论一些事情，有的时候你就没听到，有没对，有？就是我去的，我过去跟他们一起，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中间会说一些乐队的什么之后的演出呀、之后的计划呀什么的，你就必须去，如果你不对去的话，他们会感觉，哎，你好像跟这个乐队没有什么关系，对，然后回来就这种。还要再跟你讲一次。对，然后啊，反正其他人，我觉得他们其他人肯定是不会知道的。对啊，所以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台湾啊，我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混的，也不是说混的比较好啊，就是他舞台能够站比较上面，有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哎，他好像要会抽烟才有办法。有的时候就是我甚至会像这样去觉得，就是说好像我是要来学抽烟吗，还是怎样？哦，也对啊，是哦。对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啊。不过也是有很多不抽烟的，像我其实我不知道哎、可能我的气场比较奇怪吧，所以我之前组过的所有乐队啊，基本上就算是男生，他们也不太抽烟，我会觉得很奇怪。哇，那你运气好好哦。对啊，就是顶多就是出去上厕所的时候会觉得因为我觉得反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组乐队90%都抽烟吧，然后你想一个乐队里边4、5个人、5、6个人，怎么都会有1、2个会抽烟的，对，然后反正你就没办法呀，不可能全员都不抽烟，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一你方面也就算是是你们那边抽烟的人，我觉得还也是比较多诶，比例上来说，对啊，确实，然后他又干这一行，对，就是他可能天然的他就会，他会觉得我写歌，然后我就得抽根烟，我创作我得抽根烟，哎，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觉得，好像说你要出去巡演啊或什么的，你要能够过那样的生活，你可能第一步要先会抽烟。也不是先会抽烟吧，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你不是会抽烟，对我来说是你要会忍受那个烟味，忍受烟味。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抽烟是一个社交方式，就是比如说你出去演出，你如果会抽烟的话，你就很容易跟别的乐队啊，或者是现场的一些老师，对，就是打一些关系吧。对啊，打入那个圈子，就是你一定要跟他们一样，然后才有办法。对啊，对啊，就是打入那对啊。个圈子，对啊，所以，哎，没关系啦，就是，对啊，就这个有的时候打不就很赢他们，无奈。只能加入他们，有没有？对，然后甚至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天呐，就是我们乐队，我上一个乐队，呃，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反正我们那个时候乐队开会是去我们贝斯手他们公司嘛，然后当时还有他们老板，然后我当时就想的是，天呐，这么几个人，我肯定要被熏死，然后
因为我之前有过经验，就是我自己心里内心在挣扎，就我要不要戴个口罩，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是挣扎了很多次，然后很多次都没有戴口罩，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下次一定要戴口罩，不论什么情况，我一定要戴。然后后面有一次我就真的戴了之后我就进去，然后果然就是他们就是烟雾缭绕之后我就很庆幸，哇，我终于戴了。然后后面我们主唱问我，你今天为什么要戴口罩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感觉。你就说你阳的嘛。啊，也不是，就是可能前几个月的事情哪有那么阳，就是也不是疫情，然后你又不好意思给他说哦，因为但是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我当时就说因为我没有说的很明白哈，就是大概比划了一下，总之就是很尴尬。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特别会遇到这种事情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观察到，就是如果是女生的话，对，我觉得如果不是你跟我讨论这些问题的话，我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跟别人讨论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去承受的东西，自己去经历的，就是没有人会体会我的那种感觉。哦天哪，对啊，你看有没有讲出来，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有。对啊，所以借此机会，我觉得也是可以聊一些，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我们看，我们都很习惯很多事情就自己默默承受，其实对啊，大家可以分担一下，有没有共同的经验，就可以稍微聊一下，就觉得，我觉得讲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真的挺有意思。就是我以前觉得，真的有一些话题，就是包括今天聊的很多话题，就是不管是以前自己想过还是没想过的，反正就是你感觉可能你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说，或者跟其他人聊，就是引起共鸣的。然后突然间就是这样聊出来，反正就感觉很好玩。对啊，对啊，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访谈有达到目的，对不对？我第一次接受这种访谈，就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没有经历过。然后我觉得哇，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讲很多我自己没有讲过的东西。对啊，就是很好玩啊。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就想说，管他的，反正就做下去啊，会怎样再说吧，对不对？挺好的，挺好的，一定要把它做下去，我肯定每一期都会看。我靠！好，我尽力，看看能不能把它做下去。我觉得我学到东西，我觉得我这么说比较抽象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打鼓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自己自发的比较深入的去研究的一个东西。就是之前都没有，之前可能你不管是你学生，你中学时代或者你大学时代，就是反正那些东西吧，一个是我不感兴趣，二个就是都是很浅表的东西。然后打鼓这个东西，就是你研究到了一定的程度，你会明白一些道理，然后这个道理它会在别的行业或者是别的那种科目呀，就是那些方面，就是会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做成一个类比，比如说我今天我是一个鼓手，然后别人是一个什么律师呀，或者是医生之类的，你去跟他讨论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他说的一些很专业的东西，对，你不一定懂，但是你能够从你自己的就是鼓身上面去找到一些类似的去类比。我觉得这个是我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能懂吗？我能懂，你能懂对吧？我太懂了，对啊，因为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对啊，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你就是认真学一件事情，就不管什么事情，其实到最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方法或者是很多态度，其实都是相同的。对啊，就是也跟我们，假如说我们平常就是私下聊天也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讨论了很多那些从来不会讨论过的东西。对啊，好啊，不错，希望
下次有机会再找你来。好，没问题，没问题。要怎么样搜寻才可以搜寻到你的小红书呢我的小红书叫 Rosie 不是鼓手， ？Rosie 不是鼓手，可是就他是鼓是我，手。就是我最开始，申请这个账号，其实我很不擅长去起名字，嗯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这么起了。然后而且我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我是鼓手啊。我可能就是最近2年吧，去年开始吧，还是今年开始，就是我在我小红书上面发了一个笔记，然后那个标题就写的是你现在可以称你自己为鼓手。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鼓手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最开始学的时候，你不认为你自己是个鼓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很奇怪，就是然后一方面你会觉得你打的不是很好，就打的不是很久，就是你会感觉可能你配不上，就是因为鼓手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很沉重的一个称号。我觉得我有一个 theory， 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就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会打鼓的人，然后会学打鼓，然后会来打鼓，会喜欢打鼓，然后会想要成为鼓手的人，我觉得我们都是特别诚实的人。对，就是对于对于自己啊，或者是有时候对于别人，就是我们反而要，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也不要说骗人啦，就是我们要讲场面话的时候，我们要练习一下要怎么讲场面话，不然是没办法很自然的讲出来那个场面话。对，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就是都会觉得说，鼓手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位置，然后一开始就会觉得。就因为你觉得有分别，你觉得你自己跟鼓手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因为你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外在于你的一个目标，对，而不是说你带着它到处就是你们是的显摆，是的，对不对？对啊，就不会说到处炫耀啊，然后每天裤子插2支鼓棒啊，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鼓手这样。对，反正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上一个乐队，然后就是加入一段时间，然后突然之间好像你感觉接了比较多的演出，然后也演了比较多，然后你好像突然感觉啊，我自己是一个鼓手，好像我真的是一个鼓手，然后我自己有乐队，然后我自己平时教课就是。我之前不是听麦克讲嘛，他说只要你是以这个东西为生的话，你就算是一个鼓手。我觉得好像我应该算是了吧。是啊，你超级是好不好？不然是谁帮你们这些那些乐队打鼓？幽灵。对啊，好吧。对啊，我们都是鼓手，好不好？我们是特别脆弱的，有点脆弱的，可是又要必须很坚强的鼓手。确实需要保护的鼓手。别人不知道啦，就是我觉得我最开始也是，就是应该就是去年刚加入那个乐队嘛，然后我不是还问过你嘛，就是反正就是队友给我的一些反馈啊什么，就是很容易让你自己怀疑哦，我打这么久的鼓，我是不是没打对？就是我的某一些方法呀，或者某一些思路、某一些观念是不是没有对？就是你，我不知道，反正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怀疑人生，就天天都在想这些问题。我天哪，我觉得5年是不是白学了？就这种。不会啊，不会。我觉得学东西不会绕路的，你只是会收获不同的经验，不会绕路。对，反正现在，反正那段时期过了之后，我会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自己去坚信你过往的经验，还有你走过的路，还有你绕过的弯啊这些。对呀，你始终要坚信这个东西它是没有问题的。对啊，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 anchor，就是有一个东西是那个，就像我们平常生活，你一定要相信地心引力存在。
看完大家的故事之后呢，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如果你喜欢这种访谈类型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哦。老实说，在访谈之前，我完全都没有料到会聊到一些超出访纲的事情。但听完他们3个人的故事之后，让我也开始去回想我以前遇过的一些事情啊。不管是好是坏，最让我感到奇妙的是，即使我们都是女生，然后都是在打鼓，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感受却各不相同。就像鼓这个乐器一样，100个鼓手可以组出100种鼓组，但最后发出的声音都是音乐，都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啊！这也许就是我们都那么喜欢这个乐器，那么喜欢打鼓的原因之一吧。